小伙拜瘸腿为师，每日练习如何踢腿。先是肩上放灯练习平衡，哪怕被灯油烫得呲牙咧嘴也不能停歇。接着还要穿过众多蜡烛，踢中位于正中的木桩，一旦踢歪便要烧到跳脚。如此苛刻，小伙依旧不辞辛劳，终于神功大成，练就绝学无影腿。小伙名为何真，本是一名劫富济贫的侠盗。一日，他在花船寻欢作乐，听闻隔壁有人与他争抢歌女，刚发了一笔横财的何真自然不忿，拿出一堆金条放在酒杯上，只要喝下杯中酒就能拿到金子。哪知隔壁的珠宝商拿出一沓银票，声称抽中哪张就归谁所有。如此一招又令歌女们蜂拥而至。向来心高气傲的何真哪能咽下这口气，马上拿出一箱珠宝炫耀不停。未料这珠宝商拿出更多的珠宝与他斗富，这可把他气得不轻。此时官兵前来捉拿江洋大盗，却见珠宝商不慌不忙，暗中向官兵展示信物。原来他竟是当朝王爷，此番微服南下广东，只为游山玩水。见何真本性不坏，便出面替他解围，还借故将他盗来的珠宝取走。眼看自己的囊中之物被他人夺走，何真自然不会甘心，本想向王爷要回宝珠，却意外被残缺四怪截住。这四人皆是江湖骗子，被何真拆穿，恼羞成怒。但何真走南闯北，也颇有两把刷子。为首的大怪使出自创的如来神掌，名声响亮，实则是花拳绣腿，轻易就被何真击败。二怪使得一根拐杖虎虎生风，却也被他随意踩扁双脚。三怪更是不在话下，一身三脚猫的功夫，轻易就被其戏耍于股掌之间。只有四怪的独臂刀法还有些看头，手中木棒做刀倒也有几分真力。这时官兵闻讯而来，将在场所有人押回衙门。还是王爷再次出面解围，何真这才免受牢狱之苦。此时却有穷苦百姓前来感谢何真，一问才知王爷用他的宝珠做慈善。何真实在气不过，入夜前往花船找茬。王爷表面手无缚鸡之力，实则乃是武林高手。眼见何真不依不饶，便暗中假借歌女之手，施展武学，轻松将何真戏耍了一番。何真不知底细，一时眼疾，手持匕首攻来。王爷寻机将长剑送于歌女手中，长剑对上短刃，自然有所优势。未过数招，便在何真头上留下剑痕。此时官兵再度前来，王爷叮嘱何真改邪归正后放他离去，接着便随口打发了官兵。而何真头上的剑伤日渐溃烂，寻遍药方也无法医治。大夫言称伤他的剑上涂有毒药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想要解毒就只有向原主寻求解药。何真便顶着脑袋前来兴师问罪，王爷却是丝毫不慌，言称越发火，毒性便会越发猛烈。是以何真也只能强忍怒气。经历多次相逢，王爷越发觉得何真的脾性颇对自己胃口，遂起了收徒的念头，便以3天1次的解药迫使他拜师。而何真为了能够早日康复，只好不情不愿跪地拜师。适逢老皇帝即将传下皇位，各位皇子都在明争暗斗，四王爷对皇位势在必得，准备趁王爷微服游玩时痛下杀手。这日酒厂的范老板发来请柬，邀请王爷一同品尝美酒。王爷欣然前往，作为徒弟的何真自然陪同身旁。可他本就不是能坐得住的脾性，很快便已不耐烦外出等候。岂料这范老板实为四王爷所派杀手，两人表面笑脸相迎，一团和气，暗中却是相互角力，凶险万分。就连倒酒的小厮也不是寻常侍从。王爷武艺高强，沉着应对，眼见对方的攻势愈发猛烈，先是借力一招解决小厮，再接一指点在范老板咽喉，悄无声息抹除两人性命。至于此次暗杀因何而起，王爷自然心知肚明，打算将剩下的解药交给何真，让他离去。何真极重感情，不愿离去，见他如此，王爷颇感欣慰。这时又有一位古董店的朱老板相邀，王爷虽知道对方来者不善，却还是赴了这场鸿门宴。高手过招，讲求收放自如，何真武功稍逊，哪怕就在身旁也未曾察觉。王爷便让他出门闲逛。待何真一走，两人的碰撞越发激烈。朱老板斜中藏刀，攻势凌厉，暗藏杀机，王爷只能步步为营，寻机制衡。此时何真回到大堂，正碰上两人相斗，眼见四周仆从群起而攻，
饶是以他神经大条的性格，也察觉到了不对。王爷瞅准时机，制住朱老板，将对方的刀鞋卸下。没了刀鞋，朱老板威风不再。王爷逼问幕后主使是谁，朱老板取出字画，言称秘密尽在画中。哪知画中藏有暗器，王爷一时不察，当即中招。何真赶忙上前，一剑将朱老板解决。发生此事，两人前往山神庙躲避风头。王爷本就无心皇位，只想做个闲散王爷，可惜身在此位，便不由己愿。何真最重义气，并未离去。再者，见到王爷一身高超武艺，这才真心跪地，口称师父。如今王爷腿伤，短时间难以痊愈，想要抵挡刺客的暗杀，只有增强何真的实力。王爷便开始教授何真武艺，将自己的绝学无影脚一并传下。先是肩上放灯练习踢腿，即使被烫得呲牙咧嘴也不可懈怠。等到何真出窥门径，再加大难度，让他穿过排排蜡烛踢击中央的木桩。如此严苛的训练下，很快何真便已掌握精髓。与此同时，四王爷发出悬赏令，以5000两黄金悬赏王爷的首级。东江七苦收到线报，赶至山神庙，何真独自应对，准备验证自身成果。奈何东江七苦不按常理出牌，有膀大腰圆者承受重击却面不改色，也有如同疯狗之人专下黑嘴，还有人最喜欢扇人耳光，更有甚者专门给人灌苦茶，喝上一口就能让男子变得千娇百媚。一番操作可把何真整得不轻，幸好有王爷在旁指点，又拿出银票作以贿赂，这才将七苦通通反杀。知晓此地不宜久留，何真两人再次转移隐居。王爷见他武艺有成，又将棍法传给了他。经过多日苦修，何真的武功已属一流，而传位大典也即将召开。师徒二人决定即刻北上。临行前，王爷让何真为自己定制一根拐杖，另外再准备轮椅和大量油纸伞。待师徒二人上路，四王爷吩咐截杀的官兵也随之而来，弓箭手纷纷射来箭矢，幸而两人早有准备，皮实坚固的油纸伞将所有箭矢尽数挡下。待官兵换成刀枪逼近时，何真两人毫发未损，抱起反抗。师徒合力，寻常虾兵蟹将自然不在话下。即使有高手持蒙古铁诛心斗篷袭来，依旧被王爷轻松制住。历经艰险，两人终于赶到京城，准备绕路前往养心殿。不成想遭遇大将军拦住去路，何真率先出手上前试探。这三人俱是高手，配合默契。何真毕竟修行时间尚短，面对三人围攻还是有些吃力。幸好王爷在旁出手相助，师徒二人合力，局势瞬时逆转。寻到机会，率先将2名副手解决。剩下的将军手舞关刀，还想奋力一搏，却被两人合力制住武器。王爷顺势一刀便将其斩杀。最终王爷还是赶上了传位大典，他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，接下来倒霉的该换成对方了。